话说某硬气功大师功夫十分了得，只见他拿起一块石头砸碎板砖，检验硬度，然后运气发力，只用3根手指便将石头击碎。随后，该大师又用3块砖头夹着2块豆腐，一掌劈下去，3块砖头应声断裂，而豆腐却完好无损。有人说砖头是特制的，里面有裂缝；也有人说其实豆腐才是特制的，里面有钢筋。但实际上用不着这么麻烦，只要了解了力在材料中传导的原理，就能研究出一套可当场表演的劈砖功夫。说到力的传导，大家都不陌生。比如我们去小公园游玩时，时常会遇见2个胖子在跷跷板上进行减肥训练。从牛顿力学的角度看，这个跷跷板通常被当成理想钢体，而胖子对跷跷板的压力在该理想钢体中的传递是不需要时间的。因此，一个人下行时，另一人无时差的同步上行，这似乎证明牛顿所言不虚。但如果将钢制跷跷板的长度增加到5200米，当高处的胖子开始下行时，另一端则会在1秒后才开始上行。原来牛顿力学只是一个近似的理论，所谓力在理想钢体中传递不消耗时间，其实是理想化的抽象。在现实中并没有理想钢体，而钢制跷跷板所传递的压力，其实主要来源是电磁力。当高处的胖子做一次下蹲冲击动作，他脚底板老茧里的原子就会通过电磁力推动所接触的金属原子出现一次轻微位移。此处的原子在位移时脱离了平衡态，又通过电磁力推动旁边的原子跟随发生一次位移，于是电磁力就通过原子的依次位移向跷跷板的另一端传递，最终使另一个胖子脚下的金属原子发生位移，并通过电磁力推动他的脚底板，使该胖子受到了向上的冲击力。由此可见，虽然原子间的电磁力是以光速传递的，但原子在依次位移时形成了压力波，所以原子的位移速度就是压力波的波速，它等同于该材料中的声速。因此，在钢制跷跷板中，胖子下蹲一次所形成的压力波，其实是以钢铁中的声速，也就是约每秒5200米的速度传递的。但高处的胖子感觉力的传导速度太慢，于是他腾空跳起，做了一套转体后空翻，并砸向跷跷板。瞬间巨大的冲量使他脚下的金属承受了很大的冲击载荷，脚底板的原子通过电磁力迫使金属原子发生大速度位移，产生了一系列波速依次增大的压力波，它们会同时追上第一道波并叠加起来，越变成压缩性极强，以超过钢铁声速运动的激波。而这些充满沙眼的残次钢铁无法承受激波制造的强大应力，于是应声断裂，而波面还没有到达跷跷板的支点，就已衰减为声速运动的压力波，所以低处的胖子只感觉脚下轻微震动了一下。根据这一原理，把跷跷板换成砖头，并把支点换成豆腐，一样可通过给悬空一端制造冲击载荷，让冲击点处的材料里形成激波，使此处的砖头瞬间断裂，而波面在前进中能量不断减弱，到达豆腐时又衰减成了声速的压力波一扫而过。这次微小的冲击被具有弹性的豆腐吸收得一干二净，所以它只是颤抖了一下，毫发无损。一般来说，想在豆腐上的砖头里制造激波，业余玩家可用铁锤敲击，通常练习3-5次就能掌握技巧。如果您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希望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一名受人膜拜的专业级玩家，最好的方法我看还是先洗洗睡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投机取巧的办法来制造激波。只要把砖头半截悬空放在桌子边缘，劈砖时让它微微上翘，留出一些间隙，这样手掌就只需要以较小速度冲击砖头，并推动它加速下行。当砖头以一定速度撞击棱角，就会在狭窄的接触面上产生很大的冲击压强，通常这足以让边棱处的砖头里出现强度令人满意的激波，于是桌子的棱角就瞒天过海地帮您劈碎了砖头。这个方法老少咸宜，可现学现卖。如果表演能蒙混过关，那您就是气功大师；如果被人看破，那也无妨，因为这本来就是一次激波原理演示，真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